王毅外长29号将主持安理会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会议将提出哪些达成的目标呢？这次巴以冲突升级后国际社会一直反应很强烈。10月27号，联大以压倒性表决结果通过了由阿拉伯国家集团提交的联大决议草案，主题为保护平民及履行法律和人道主义义务。11月16号，中国作为当月的安理会轮值主席，主持决议，呼吁紧急实施长时间人道主义暂停及走廊。人心所向，迫使联合国机构动用实质性的维和资源和力量来落实大会决议，这无疑对于巴以局势形成正面的推动力量。就在当地时间11月29号将举办的安理会，王毅外长已经抵达美国来主持这次会议可能会以更大力度的务实态度，有效实现下列目标：第一是支持延长乃至永久停火，防止冲突扩大，影响整个中东地区的稳定，争取达成全面可持续的和平；第二是要构建和保障更通畅、放大版的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第三是无论停火与否，一定要推动巴以双方开始接触，进入政治谈判进程；第四是争取就落实两国方案进一步推动磋商和落实；第五是就达成中东阶段性和解方案启动磋商和落实。而具体方法呢，第一可以考虑派遣维和部队和巴以双方维护停火的力量相结合，在加沙等有争议地区建立停火区或缓冲区，坚决制止战火的蔓延。第二，组织和派遣大国等参与的联合国特命观察协调团，由联合国5大常任理事国加上其他相关国家进行直接斡旋，具体参与巴以和中东相关的谈判进程。第三，加大力度向加沙等地提供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等。严冬将至应该立即加大力度，不容迟缓。最后，国际社会还应该有各种软性措施跟进，因为任何政策和具体行动都是受思想和理念支配的。在中东地区，特别是巴以双方，如何倡导并落实真正的和平主义理念和具体方针政策，捐弃前嫌或搁置争议，真正的化敌为友，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在这方面呢，世界各国，特别是中国都有很多成功的和平主义理念实践和经验，值得借鉴。当地时间11月29号，联合国安理会将举行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中国作为安理会11月轮值主席国，王毅外长已赴纽约主持会议。28号，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王毅重申，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支持联合国和秘书长本人为解决巴以冲突发挥独特不可替代的作用。古特雷斯也赞赏中方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为推动巴以问题政治解决、缓解人道主义局势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当前巴以临时停火协议获得短期延长，踏入第5天，双方能否有望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下早日实现永久停火？中方将发挥哪些建设性作用？来看看报道。王毅在会见古特雷斯时表示，作为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有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将巴以冲突作为安理会核心和优先议题。中方还接待了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前不久集体访华，就尽快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达成共识，期待安理会发出一致和明确的声音。王毅说，安理会第2712号决议是推动停火的第一步，是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巴以冲突的良好开端。现在的关键在于临时停火协议能否延续，加沙是否还会重燃战火。中方的立场很明确，一是绝不能让战火重燃，应实现全面停火，避免更大人道灾难，被扣押人员也应得到释放。二是人道物资应不受阻碍地进入加沙，开辟更多过境点，设立有效监督机制。三是尽快重启两国方案，这是国际社会最大公约数，也是解决巴以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更大范围、更有时效的国际和会，制定重启两国方案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中方支持联合国为此发挥主导作用。古特雷斯赞赏中方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为推动巴以问题政治解决、缓解人道主义局势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感谢中方将主持召开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表示这是落实安理会第2712号决议的第一场会议，非常重要。王毅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机构在巴以冲突中的遇难人员表示哀悼。同日，王毅还会见了巴西外长维埃拉和马来西亚外长赞比里，两国外长赞赏中方倡议举行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并赞同中方立场，希望同中方密切配合，推动会议取得成功。深圳卫视注意到，1977年，联合国大会呼吁将每年的11月29号定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以纪念1947年11月29号联大通过了有关巴勒斯坦分治的第181号决议。该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设立一个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也就是国际社会不断强调的两国方案。此次中方倡议举行安理会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并于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举行，也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的支持。那么，在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以来，那么我们的推动之下，联合国安理会终于是通过了在本轮冲突爆发以后的第一份要求各方进行停火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决议。那么这样的一个决议的出现，也实际上是进一步的推动了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在调停以及斡旋地区冲突中所应当发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维护了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核心地位。因此，我们说，中国自本轮冲突爆发以来，始终保持着这样的一种很建设性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和发挥了一个负责任大国所应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责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再次访问中东。根据美国务院的消息稿，布林肯将访问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讨论以色列行使自卫权以及继续努力确保哈马斯释放剩余人质。多家美媒引述美国务院高官的消息称，布林肯将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这将是布林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的第3次中东之行。当地时间28号，正在比利时出席北约外长会的布林肯再次表示，希望延长加沙目前的停火协议，并释放更多人质。I am very pleased to see hostages returning home, coming back to be with their loved ones, and we're determined to continue that for as long as possible to bring as many people home. 不过，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不愿将停火期限延长至10天以上，这是其政府签署的原始协议中规定的最长期限。内塔尼亚胡还强调，以军会完成所有任务，包括拯救所有人质和消灭哈马斯，以确保加沙不会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而以军总参谋长哈列维则表示，以军准备在停火结束后继续战斗。美联社则引述美国官员报道，指美方向以色列施压，要求以方停火过后恢复攻击时，需避免对巴人再造成大规模伤亡和流离失所，强调当前的人道救援工作未能疏解人道危机。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表示，以色列接受这一信息，但不愿透露更多具体信息。分析认为，布林肯再次访问以色列，也是为了向以色列方面进一步做工作，但具体成效几何，外界仍在观望。The comments from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have been very, very clear. He doesn't think this is accomplished. He thinks there's a lot more to do. He says his ultimate goal is to eradicate Hamas, and that's not been achieved so far. And he's just said that from the outset. At whatever point this truce, which he won't call a ceasefire, ends, the fighting will resume. 正是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美国开始调整其中东政策，要求以色列更加的重视有关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的救援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呼吁，对于解决当前的人道主义危机有其一定的积极和正向推动作用。但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一个底层逻辑，仍然是要重塑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威慑力。因此，我们说，本地区的持久和平和这样的一种长期稳定，是具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